输入开小木屋大灯 ，LED 马上亮起来。再输入关小木屋大灯 ，LED 马上关掉。搭配 YOTA Control.io 模组，一句话就能直接操控硬体。想知道怎么办到的吗？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的内容。今天我们要控制的是这台 YOTA Control A1855 模组，它支援丰富的通讯界面与控制规格，非常适合自动化场景。对 A1855 规格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点击影片下方的连结了解更多。首先，在左边栏位点击延伸模组，安装 OpenCode 插件。接着在搜寻框输入 OpenCode， 找到 OpenCode 并点击安装。接着在上方工具列的 View 选择 Terminal 来打开 Terminal。接着在命令列输入 npm install g OpenCode AI， 完成 OpenCode 的安装。点击左侧延伸模组内的 OpenCode， 在右上角点击按钮开启 OpenCode。在 OpenCode 对话框中输入斜线 Models 来切换 AI 模型，我们选择 Minimax M2.5 模型。接着对话框中输入你是哪个大模型，可以看到 AI 回复是 Minimax M2.5 Free 模型。接下来到 GitHub 下载 YOTA Modbus MCP。解压缩后，修改资料夹名称。复制 YOTA Modbus MCP 资料夹到底槽。接着打开本集的 OpenCode 资料夹，路径为 C 冒号反斜线 users username 反斜线 config 反斜线 OpenCode。打开 OpenCode 点 JSON 档，可以看到 MCP 设定区块。回到刚才的 YOTA Modbus MCP GitHub 页面，往下卷动找到 OpenCode MCP 设定格式，复制它贴到 OpenCode 点 JSON 档中。接着要修改 index.js 的路径。打开 YOTA Modbus MCP 资料夹中的 index.js 档，复制 index.js 的路径。把刚刚复制的路径贴到 OpenCode 点 JSON 档中，并注意要把反斜线改为斜线，然后储存。接着打开 VS Code， 并使用 OpenCode 对话框，
输入/MCP， 看到 Yota Modbus MCP 工具就代表成功了。接下来，直接在 OpenCode 对话视窗告诉 AI 设备型号、设备名称和 IP 位置。这里我们以 A1855 为例。Port 会预设为502 ，Slave ID 预设为1。AI 就会自动帮你注册 Modbus 设备。接着打开 Yota Modbus MCP 资料夹中的 config.json 档，可以看到刚刚注册的设备。接着才是把 channel 改成容易识别的名称，像是大灯。这里以 D60 为例，把它改成大灯。同样打开 Yota Modbus MCP 资料夹中的 config.json 档，可以看到 D60 的名称已经改成大灯了。整个过程 AI 会自动呼叫 MCP 工具完成。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直接告诉 AI 打开办公室大灯 ，LED 就点亮了。告诉 AI 打开办公室所有 DL，LED 就全亮了。告诉 AI 关闭办公室所有设备 ，LED 就全暗了。这次的教学就到这里结束。套件原始码在 GitHub 上，欢迎到 Issues 页面反馈问题。如果觉得影片对您有帮助，请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